聯合國2023年8月29日發表報告，有數十萬人被騙運到東南亞電騙園區，其中惡名昭彰嘅緬北電騙園被中國公安部聯同緬甸執法部門成功剷除，但內地男演員黃星被賣豬仔到緬甸東部苗亞底事件，再度引發公眾關注緬甸電騙園死灰復燃。大公報記者由曼谷索萬那普國際機場出發，重走黃星失蹤前嘅路徑，日夜兼程走上呢條長達500公里、7小時車程嘅神秘地獄之路。380公里高速公路，80公里顛簸嘅山路，越接近美索，警察設置嘅路障就越多。距離美索鎮9公里、40公里同埋80公里處設置有路障同埋警崗。但係警員只係會循例望一眼就會放你走，所謂檢查形同虛設。記者抵達泰緬關口之後，未見有警察巡邏，一啲大廈嘅窗戶有鐵網圍封，令人感到好危險。從航拍圖顯示，位於緬甸克倫邦苗瓦底鎮有臭名遠播嘅 KK 園區，園區周邊相當荒涼。記者喺園區對岸隔咗100米嘅莫艾河距離觀察，園區被3-4米高嘅水泥牆同埋鐵絲網全部圍封，每隔一段距離就會有瞭望台，保安森嚴。園區內有好多棟3層高嘅類似住宅建築物，鐵絲網內偶然會見到數名體型魁梧嘅男子經過，仲有1名女士推住嬰兒車。右側係一個長長嘅建築物，重門深鎖，期間未見有人出入。後方有類似嘅建築物，牆上掛住重慶森林嘅招牌。知情人士阿甩透露，原來可以自由走動嘅人係完成詐騙數額嘅任務者，或者係集團骨幹等嘅管理人物。未完成任務嘅豬仔係唔會俾你哋見到㗎。被黑中介拐騙嘅豬仔到達泰國之後，會被專車以點對點嘅形式由機場一路奔走，經美索過關進入苗亞底電騙園。You pass the river. Do you know that is the Thailand? I don't know. 黃星被拐騙嘅阿波羅園區係苗亞底其中一個電騙園。記者要穿過叢林小道，到達阿波羅詐騙園區嘅對岸隔河觀察。阿波羅園區規模雖然細，但園內緊密地分佈咗20幾棟2至6層高嘅大廈，大廈嘅窗都俾人用窗簾或者係深色嘅物件遮住，令人難以窺探內部。其中2棟啱啱建成已經封頂，園方似係擴建緊，估計整個園區至少可以容納數百名嘅詐騙人員。一棟棟白色嘅建築物，相信就係豬仔每日做至少17個鐘嘅電騙大樓。從航拍圖可見，阿波羅園區有一條100米嘅小路直通河邊，並且起咗個簡陋嘅小碼頭，附近泊咗2艘小船。知情人士指，黃星就係被拐到岸邊，園內嘅人好快就派人揸船到泰國邊境接人過河到小碼頭上岸。黃星獲救回國之後，內地公安機關公佈黃星先俾人送入阿波羅園區，再好似人球咁樣被販賣到環亞電騙園、海船等多個園區。至於全球最大嘅電騙園區亞太城，更加係集中黃賭毒騙嘅罪惡之城。苗亞底亞太城位處於水溝谷，沿住美索鎮泰緬交界嘅莫艾河往北走20幾公里。泰國當局雖然喺美索通往水溝谷嘅公路上設有2個檢查站，但係記者揸車經過呢啲檢查站嘅時候，發現完全冇軍警，簡陋嘅檢查站只得個殼。
形同虛設。由地圖可見，位於妙瓦底嘅亞太城電片區同泰國只係相差一條莫艾河。沿河有船隻停泊，記者目擊運送豬仔嘅船隻，相比阿波羅園區同埋 KK 園區，船身比較大。河岸嘅建築物更具規模，有多輛房車停泊。泰緬邊境有一條約800米長嘅沿河市集，供緬甸居民售賣煙、酒、蝦米、魷魚等乾貨。市集同泰國之間以圈狀鐵絲網分隔，但實在形同虛設。市集旁僅有2名持槍軍人看守。軍人表示，緬甸居民不得越過鐵絲網進入泰國，必須從正式關口通過。不過亞太城前嘅河水比較淺，最窄嘅河道僅得數十米，由船隻過河唔使幾分鐘就可以越境進入對岸嘅亞太城。記者喺河邊嘅餐廳問泰國居民黃先生係咪可以乘坐小船去緬甸嘅時候，黃先生話：以前係可以㗎，但係而家邊境巡警嚴密巡邏，已經行唔通啦。佢表示亞太城係眾所周知嘅電片園區，因為嗰度嘅電片活動係公開嘅，佢哋唔會喺泰國隨便捉人。黃先生隔離嘅同鄉亦認為緬甸非常危險。與此同時，一個軍人行入嚟，同鄉表示唔好講嘢，然後急急腳離開。佔地如香港仔面積大嘅亞太城，由於一個經濟特區，正大興土木擴建，準備收容更加多嘅豬仔作電片勾當。記者目測，原來約有10個地盤正在施工，有已經封頂嘅高樓，喺外牆拉起大幅廣告，寫住火爆招商中。園內遍佈崗亭，不時會有當地嘅工人孭住建築材料行緊。有大樓嘅頂部豎起紅色燈牌 Welcome to 亞太。電片罪惡城嘅囂張顯然易見。喺微索鎮經營大米生意嘅華人李小姐表示，喺3-4年前曾經有人向佢推銷亞太城附近嘅一塊地，可以用嚟做理髮、賭場、食店，乜都得。李小姐拒絕，佢話佢係做正當生意，唔賺華人血肉堆出嚟嘅錢。亞太罪惡城入夜之後，呈現嘅係另一副畸形嘅景象。一邊係生活娛樂區同埋工作區，每到入夜，燈火輝煌，五光十色，閃爍招牌嘅娛樂場所、國際大酒店、賭場、卡拉 OK、黃賭毒不夜城，應有盡有。但亞太城區嘅另一邊，則係被黑暗籠罩嘅電片集中營，毫無半點亮燈。對比日頭，呢個電片集中營嘅建築物不設窗戶，喺黑夜裏面，外觀亦呈現漆黑一片，由日至夜，裏面嘅豬仔係不見天日地操作電腦進行詐騙。電片園宿舍多個窗戶玻璃貼上反光膠紙，無法窺視屋內情況。屋頂天台密麻麻晾咗各式嘅衫，明顯住滿可憐待救嘅豬仔。杜妹妹指姐姐12月23日獲有人邀請去泰國翁布里度假村玩，乘咗朋友安排嘅車輛。杜子艷與妹妹通話指司機鎖門唔俾落車，途中又俾另一輛車輛接走，另一輛車上有4個男人。杜子艷與妹妹一直保持聯絡，直到25日凌晨2點，杜子艷就失蹤啦。佢偷拍咗失聯前坐嘅第一輛黑色車及轉車嘅地方。杜妹妹提供姐姐失聯前嘅定位。
以及坐上第2輛車內有2人爭吵嘅錄音。老會嘅呢啲，我說錢我給你們，100不多100有ผมนี่不要找我，帶埋嚟，我來。我沒事。我給你們手啊！我給你們手啊！你咋的啊？打動我說給你們手啊！我給你們10萬人民幣。我妹妹，給你們手啊！放下來，哎，放下來，給你們20萬人民幣嘞，10萬，10萬美金。事後，杜子怡妹妹即刻報警，努力在網絡上上載姐姐嘅資料，希望換來一線曙光。